我和你妈。上回说到，杀戮游戏开局，本来作为压轴的悟空居然首发上阵，与杀戮展开激烈的战斗，难分难解。就在大家以为悟空一定会战胜杀戮的时候，悟空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投降了，并推荐悟饭上场。悟饭虽然变强了许多，但上场的表现却不尽人意，看样子马上就会被杀戮虐杀。结果再次出乎大家意料，悟饭的潜能被激发，变身超级赛亚人第2形态。变身超赛的悟饭，速度和力量都有了质的提升，当着杀戮的面抢走了他手中的仙豆，眨眼间来到一个小杀戮面前，一掌就爆了小杀戮的头。接着来到克林身边，小杀戮畏惧悟饭的力量，不敢与其硬刚，竟然拿克林做威胁，不自量力。克林再死，悟饭就该上超赛3了。悟饭并没有丝毫退步，气势上吓跑了小杀戮。小杀戮跳到空中偷袭，悟饭带着克林躲过攻击，接着一脚踢爆了其中一只小杀戮。旁边的2只小杀戮一起动手，悟饭直接爆气将小杀戮震飞。这些让贝吉塔段位的战士陷入苦战的小矮子，在超2悟饭身边活不过1分钟。不用想，老贝又该嫉妒了。剩余的小杀戮一拥而上，一个用七元斩，一个用龟派气功，一个用魔贯光炮杀，一起攻击悟饭。悟饭毫发未伤，他大吼一声，身上爆出多股能量波，分不同方向攻击小杀戮。小杀戮落荒而逃，悟饭追上去，一拳一个小朋友，将小杀戮打成碎末。我说过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杀戮血涌头顶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个小鬼过于嚣张了，完全不把我杀戮放在眼里。悟饭将仙豆丢给特南克斯，自己来到杀戮面前，和杀戮用眼神激烈交锋。两人对视几十秒后，悟饭率先发动攻击。杀戮眼看悟饭冲过来，立即做出反应，没想到竟然是悟饭的残影。杀戮跳到空中，一通还我飘飘拳狂揍悟饭，结果却一下都没打中。超2悟饭的速度几乎和杀戮持平，甚至已经超过了杀戮。杀戮的拳法被悟饭一一化解，一点便宜都占不到。短笛观望一阵，恍然大悟，终于知道为什么悟空要第一个上场了。他是为了让悟饭看透杀戮的招式。事实证明，悟空的作战计划非常成功，悟饭完全掌握了杀戮的攻击节奏。杀戮空有一身武艺，在悟饭面前却一点用都没有。杀戮终于恼火了，爆气提升力量。怪不得杀戮在悟空对战时那么从容不迫，因为他当时保留一定的实力，面对悟空时他完全有信心会赢。现在他被悟饭逼上绝路，只能使出看家本领。如何？这就是真正的我。悟饭面无表情，那又如何？杀戮一拳头狠砸在悟饭脸上，不止速度变快了，力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然而悟饭挨了一拳完全没事，还一拳头正中杀戮腹部，接着一记上勾拳将杀戮揍倒。杀戮眼珠子都要瞪出眼眶了，跌跌撞撞爬起来，又栽倒在地，呕出一口绿色的血。悟饭满满的真实伤害，打得杀戮怀疑人生。不可能，明明才挨了2拳，居然伤成这样。所有人都看出来，杀戮与悟饭之间实力相差太多了。悟饭本人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并不急着干掉杀戮，必须先浪一波，威风一下再说。悟饭缓步走到杀戮面前，杀戮暴怒，连踢悟饭几脚。悟饭用手臂轻松挡下，他尝试还杀戮一脚，这一脚差点让杀戮直接归西。杀戮狼狈爬起身，丢出2发气元斩，悟饭仅用气就将气元斩震破。杀戮跳到空中，释放出大型魔贯光沙炮，悟饭一巴掌就将能量炮击飞，能量波在空中爆炸。杀戮社会阅历比较浅，哪里见过这等身手，早已吓得浑身发抖。此时此刻，他才终于体验到了绝望。极度的恐惧会带来极度的愤怒。杀戮再次跳上空中，憋足了气，全力发射出龟派气功。杀戮打算直接摧毁地球，就看悟饭能不能挡下这一招。悟饭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眼看杀戮的龟派气功压向头顶，悟饭突然大吼一声，同样释放出龟派气功去拦截杀戮的招式。2发龟派气功在空中发生对撞，杀戮的龟派气功被悟饭轻而易举地推了回去，杀戮躲避不及，被龟派气功正面击中。一阵闪光之后，众人纷纷从沙子里爬出来。杀戮的气息并没有消散，这家伙抗揍得很，正面挨了这么一招，只是断了胳膊和腿，精神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完全没有伤到元气。克林催促悟饭赶快给杀戮最后一击，悟饭却淡定地看着杀戮。现在结果杀戮太便宜他了，必须好好折磨他一下。赛亚人血统的人果然浪出天际，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强。贝吉塔因为浪成全了完全体的杀戮，孙悟空因为浪让杀戮吃了仙豆，有了反击机会。杀戮因为浪逼悟饭变身超赛2，这一下悟饭也不甘落后，看样子必须浪出点祸患才能善罢甘休。杀戮在空中不断发出嚎叫，悟空惊呼不妙，命令悟饭赶快干掉杀戮，再逼下去不知道杀戮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
悟饭微微一笑，对悟空的命令完全充耳不闻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们赛亚人划船从来不用桨，全靠浪。沙鲁气愤到极点，濒临崩溃。因为暴怒，他完全失去理智，将所有的力量用在强化身体力量上面，变身成沙鲁 Plus。不久之前，沙鲁刚给特南克斯上过一课，教导他不要注重力量。现在他自己已经完全不管不顾，强化力量后疯狂攻击悟饭。当然，失去速度的沙鲁是不可能打中悟饭的。悟饭躲开沙鲁那沙包大的拳头，一脚踢在沙鲁的头上，接着一脚踢在沙鲁的腹部。沙鲁双眼瞪得浑圆，看样子十分痛苦。沙鲁的气息减弱了，他已经无法维持完全体了。断体话音刚落，沙鲁就将吸收进身体里的18号给吐了出来，身体退化回了第2形态。这下子悟饭稳赢了。然而，悟饭全程冷漠地看着沙鲁，完全没有将沙鲁直接干掉的想法。沙鲁气急败坏，试图攻击悟饭，但他的所有攻击都扑了空。悟饭反击沙鲁，并且开启语言嘲讽模式。沙鲁急火攻心，身体突然急速膨胀，像充气的气球一样，全身肿大。从气息和形态上判断，这个形态的沙鲁十分危险。沙鲁大笑：“你们完了，我马上就会自爆，我们同归于尽吧，连地球一起毁灭。”沙鲁的目前形态就是一个正在储蓄能量的超级炸弹，积攒的能量能把地球炸翻，如果直接攻击它就会瞬间爆炸。但是放任不管，1分钟之后它便会自爆。悟饭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靠能力就能解决的问题了，真是悔不当初。如果自己能听悟空和克林一句劝告，将沙鲁尽快杀死，现在也不至于将整个地球置于危险之中。地球就要消失了，诸位战士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镜头给到悟空，悟空的眼神从惊慌到无奈，慢慢严肃起来。他转头看向各位小伙伴，嘴角露出微笑。左思右想，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拯救地球。再见，各位！悟空用瞬间移动来到沙鲁面前，看着绝望的亲儿子，干得漂亮，悟饭，帮我和你妈妈道个歉，我一直都擅作主张。再见了，悟饭。悟空与儿子做了最后道别，带着沙鲁瞬移消失。众人这才明白悟空的目的，他是想带着沙鲁远离地球，牺牲自己拯救地球。遥远的界王星，界王见到悟空和气球沙鲁懵了，狗空，你这么做人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沙鲁一声怒吼，身体发生大爆炸。不出所料，整个界王星都被卷入爆炸之中，化为灰烬。就这样，龙珠宇宙第1阶段完结。下一阶段，悟饭成为主角啊，错了，龙珠最大的 bug 之处就是死不死没什么区别，不过是脑袋上多了个圈而已。战后总结，克林成了最大赢家，不但什么也没损失，还白捡了个媳妇儿。界王和悟空带着2个宠物去阎王爷那里报道，一路上界王不断的咒骂悟空：“你的良心大大的坏，缺德带冒烟了。”关键是让阎王看见自己被炸死了，以后还怎么在仙界圈混？悟空很无奈，都是我的错行了吧？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吵着吵着，2人同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到处都没有看到沙鲁的灵魂，就算他被炸成了渣渣灰，灵魂也必须到阎王那里报道。没看到他的灵魂，只能证明一件事：沙鲁没有死。同一时间，地球、悟饭等人正准备离开战场，突然一阵邪风刮来，烟尘中夹带着闪电。这股气不会错的，正是沙鲁。一道光波从烟尘中射出，正中特南克斯。沙鲁出现了，他不仅没死，而且还恢复了完全体形态。虽然原因不明，不过悟空和界王2个冤种的确是白白牺牲了。对此，沙鲁的解释是自己脑袋当中的核心没有被破坏，所以自己可以无限再生。那么 bug 来了，悟空轰掉了沙鲁的脑袋那一局怎么算？另外，整个界王星都被轰成渣渣，沙鲁脑袋里的核心竟然没事儿，质量好的会不会夸张了一点？至于为什么在没有18号的情况下成为完全体，这就是另外一个 bug 了。不仅如此，沙鲁的战斗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，还学会了悟空的瞬间移动。你这个设定，说沙鲁是整条主线剧情的主角，我都信。贝吉塔见到特南克斯被杀死，终于爆发，强行开团攻击沙鲁，被沙鲁一巴掌拍倒。悟饭为救贝吉塔，挡下沙鲁一发能量波，结果废掉了左胳膊。沙鲁吸取了之前的失败经验，决定不浪了，直接打算一发大招秒掉悟饭。地球唯一的依靠悟饭，还能抵挡住沙鲁的全力一击吗？本期内容就是这些。最后特别强调一句，千万不要和孙家人对播，此乃武林大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